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之前我们提到，绝地出生的新地图泰哥的特点是复活，能自己扶自己起来的除颤器，阵亡后还可以参与复活赛，争取重返战场。本期我们就对泰哥的复活机制进行测试探究。首先是自己扶自己起来的除颤器，如果我其他队友都倒地了，那么如果我挂了，还能触发倒地状态吗？也要再使用除颤器。现在我背包有个除颤器了，好，我队友倒了，我也把自己给放倒。哈，现在我们全队都是倒地状态了，没有团灭。我也可以使用除颤器。顺带我还测出了一个问题啊，自己放倒自己也是可以使用除颤器的。那我们就可以玩那种捏着手雷跑到敌人身旁，人肉炸弹战术了嘛，炸倒敌人自己再起来。下一个测试，除颤器使用时自己不能取消，也无法移动。那什么行为才能打断除颤器的使用呢？比如受到攻击，现在敌人倒地并且使用除颤器啊，然后我用枪打他。没有打断他，那试试让他位移啊！敌人还是使用除颤器，我开车推他，打断了。顺带着呢，我们还测出了一件事情：打断对方使用除颤器啊，对方的除颤器还是被消耗掉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除颤器只要开始用了，哪怕没用成功，它都一定是会被消耗掉的。如果你玩游戏的时候觉得自己肯定没救了，那就直接把除颤器用掉吧。敌人就算立马杀了你，他也捡不到除颤器了。那换个角度又想一想，如果你在单排模式把敌人放倒了，看到他是倒地状态，那就说明他身上有除颤器，不要犹豫啊，得立刻补掉他，不要让他用掉那个除颤器啊。之后我们对复活赛进行测试，泰哥的复活机制呢是第一波圈被淘汰的玩家，如果还有一个队友存活，那么在第二波圈开始呢，所有等待复活的玩家呢都会被投放到地图右下角参与复活赛。活到指定时间就可以回到主战场继续游玩啦。我好奇的点还蛮多的，比如全图只有一个人阵亡，复活赛还办不办？一个人的复活赛，实话说还有举办的必要吗？换我奶奶玩都能赢啊！让我们试一试。这局自定义，第一波圈只阵亡了我一个人。等待复活。Later， 哈，即将复活，进入复活赛了，一个人进入了复活赛。还没完，让我们接着测试啊。参与复活赛的前提呢是队伍没有团灭，就是说还有一个队友是活着的嘛。那如果是现在我队友阵亡了，我会不会丧失掉这个复活赛资格的？现在让小伙伴解决一下我的队友。我还在，看来只要我进入了复活赛呢，队友的死活就和我无关了。我还想知道啊，既然复活赛的目标是存活4分38秒，那我能不能就反向跑啊，往毒圈跑，避开所有人硬扛毒呢？搜一些药试试啊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不是毒圈啊，这是禁止进入区域啊！哇，扣血贼猛，复活赛扛毒耗时间是不行的，是行不通的。我还好奇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啊，当复活赛进行的时候，主战场的人全部阵亡了，只剩下复活赛里面的人了。那复活赛里面的玩家再把其余的敌人干掉，是直接在里面吃鸡呢，还是得走程序，先把复活赛结束了，然后再回到主战场，然后再吃鸡呢？试一试啊！现在我和一名敌人进入了复活赛，再让主战场的人自尽，就剩下我和眼前的敌人啦。开枪打！赢了。那我懂了，其实进入复活赛阶段呢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在系统眼里呢都已经是复活的人了，和主战场的人呢是完全一样的，并不是说单独独立出一套系统来运行的。你在复活赛阶段呢，也可以吃鸡，享受活人的权利。复活赛在程序员的眼中呢，不是说争取复活的资格啊，因为已经复活了，争取的本质啊是送回主战场的资格，赢的人才能回主战场继续玩。目前复活赛的机制对技术不好的玩家来说十分友好哦，没有击杀要求啊，就不必非得和敌人硬碰硬了嘛，狗也能活到指定时间，但是这个对抗激烈性呢也降低了很多，缺少一点点意思。我建议啊，可以往2个方向修改。第一个方向呢，可以是把圈缩得更小一些，变化程度更大，逼迫玩家频繁移动啊，增加玩家与敌人遭遇的机会嘛。这样改动呢，技术不好的人仍然有复活赛获胜的希望，但是激烈性就提高了。第二个方向呢，就是增加技术要求了，不仅仅是要活到指定时间，还得击杀至少1名敌人。换言之，至少有50%的人呢复活会失败，而且你每多击杀1个敌人，其余的敌人就更难找到人去杀了，变相降低了他们复活的机会。但这种改动呢，会大幅度增加复活赛对玩家技术的要求，有利有弊。好了，以上就本期对泰哥复活机制的探究啦，希望对您能有帮助。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如果您对吃鸡测试、吃鸡自定义、趣味游戏试玩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，我们评论区见。